当今全球心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创造比以往更多内容的原因。谢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旅程。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健康环境中长大的吗？童年应该是快乐、幸福和成长的美好时光，通过和父母以及身边人的经历学习了解世界。但不幸的是，有些人无法体会到生活在幸福家庭的福祉。如果小时候被忽视或虐待，可能直到成人还在承受那段时光带来的后果。不知道这样的童年处境有多糟糕，可能已经开始相信这就是家庭的运作方式，并把学到的羞耻、恐惧和悲伤的感觉带到成年。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创伤童年的5个迹象。1. 幼稚的反应。当孩子们用哭、发脾气来缓解沮丧时，家长是如何应对孩子们的压力的？看到一个成年人在一场又长又无聊的会议中生气的跺脚，会有点奇怪，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要以不同的、更成熟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但如果小时候受过创伤，可能会发现当生活变得太难处理时，会渐渐进入更简单的时代，这被称为年龄倒退，是一种应对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当事人的行为会暂时倒退到发育的早期阶段，所以当他们面临压力时，可能会用婴儿语、发脾气、摇晃或踱步来安慰自己，或者用玩偶、布娃娃来支持自己。极端的年龄倒退包括像个摊儿一样哭泣或尿床。2. 不安全型依恋关系。在心理学中，依恋理论指的是如何通过与父母或照护者的互动来学习有关关系的想法。在安全依恋关系中长大，意味着父母已经满足孩子需求，从孩子是婴儿的时候就获得了积极的自我形象，学会信任周围人。但有了不安全的依恋，照顾孩子的人可能反应迟钝或疏忽大意，以至于大脑认为其他人不值得信任，最终形成负面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会一直伴随成长到成年，结果就是这样的孩子可能很难建立或维持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经历了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或恐惧承诺。3. 避免冲突。自己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被允许为自己挺身而出，还是总会被父母无视自己的想法和点子。在轻视或过分挑剔的环境中长大，可能会让孩子期待周围人的负面反应，导致害怕对抗，无论是与自己的伴侣、家人、同事还是朋友。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只会放任事态发展，即使那些事会让他们心烦，他们可能只会选择改变话题，假装没事，甚至强迫自己就停在不舒服的情况下，只为了不必让任何人对自己失望。4. 低自我价值感。父母会表扬你的成就吗？还是他们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对你的成就不屑一顾？做错事时，父母批评是温和的，还是羞辱的？如果做每件事都被批评，不管那些事多么微不足道，可能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什么事都做不好。这些感觉可能会持续到成年，即使被评价已经做得很好了，仍然认为做的还是不对或不够好，就好像对别人或自己来说永远不够好，总是生活在焦虑之中，想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或者别人是否认同自己。5. 冒险行为。最后，童年创伤的另一个可能迹象是做很多冒险行为，就是任何具有不确定风险的行为，如酗酒、吸毒、野蛮驾驶等。研究表明，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会让患者更频繁地寻求这些行为。此外，找冒险的事做可能是一种变态的适应策略，以帮助患者克服自己还是孩子时就有的那些所有的负面情绪。即使患者自己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但拿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冒险肯定是令人担忧的。你觉得你的童年有创伤吗？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一定要点赞、订阅，并与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